观之道为师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清晨的公园，远远的就能听见曹大爷稳健的嘶吼声。走近一看，曹大爷一会儿出掌踢腿，一会儿来个横叉，一会儿来个竖叉，动作行云流水，气势恢宏，堪比20岁的年轻小伙。今年60岁的曹大爷是西安人，从退伍之后，一次偶然的机会下，曹大爷接触到了气功，从此便爱上了气功，每天都要跟着师傅练上2招，心里才舒坦。曹大爷说，气功强身健体，养生除病，40年了，我一直坚持，所以别人都说我年轻。说完，曹大爷还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华佑医疗中医心理科教授汪卫东表示，医学上的气功是通过练功者发挥主观能动作用，对自己的心身进行锻炼，用心理效应影响身体生理的过程，也就是通过静气凝神、自我修复、自我冥想等步骤，达到身心的平衡，从而起到保健作用。除此之外，中医气功主要对术后的体力修复、心理重建有帮助，在一些心理性疾病以及老年保健方面的应用也非常广泛，包括很多慢性疾病的康复，也能从气功锻炼中获益。不少人知道气功的好处后，也想试着学起来，但是气功功法和门派繁多，许多人不知道从何入手。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想要通过气功锻炼身体，做好3点即可。一是选择姿势，常用的姿势有平坐、自由盘膝、单盘膝、仰卧、侧卧、站式、走式等。姿势自然放松，是顺利进行气功呼吸、诱导精神平静的首要条件。不同的姿势有不同的生理特点，姿势本身起着一定的治疗作用。站桩是练习气功最好的选择，它可以改善四肢发凉、畏寒发热、腰膝酸软、冷痛等症状。除此之外，还能伸展经脉，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。站桩方法，将2脚开步同肩宽，两膝微曲，两臂弯曲抱于胸前或腹前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扎马步。锻炼站桩时，大家要调整好身形，收腹挺胸，下颌微收，双眼正视前方。对于体弱的老年人来说，可以采用随意站桩，也就是姿势不要求那么严格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站桩有效的关键是时间，站得越久，效果就越好。因此，随意站桩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练习。更多关于站桩的内容，请翻看小关的往期节目。2是状态入静。入静是指一种稳定安静状态，无杂念，集中意念于一点，即一手丹田或留意呼吸，对外界刺激感觉减弱，进入似醒非醒的境界，即大脑皮层进入保护性抑制状态。常用入静方法有5种： 1. 一手法， 2. 随息法， 3. 数息法， 4. 默念法， 5. 听息法。以上5种调心入静法，初练时从一手法开始，逐渐过渡到随息法或者听息法，或始终练一种，可因人而异。静坐是入静的主流选择，许多锻炼意念力和疏通经脉的功法都需要靠静坐练功时来完成。除此之外，它也被认为是修身养心很重要的方法之一，可以使胃肠的活动增强，促进消化和吸收，让排气增多，使人体分泌更多的胆汁。静坐练习可以分为4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放松身体，用意念引导全身，从头部到脚底逐一放松。第2阶段，调整呼吸，先深呼吸几口，摒弃脑海中的杂念，把心静下来。第3阶段，保持这种宁静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这一步骤比较困难，容易被周遭的事物所干扰，建议这时候专注于自己的呼吸，尽量集中精神。最后的阶段是入定，这个层次比较难，对于一般养生来说，做好前3阶段就已经足够了。3是呼吸方式，常用的呼吸方法有8种： 1. 自然呼吸法， 2. 顺呼吸法， 3. 逆呼吸法， 4. 屏蔽呼吸法， 5. 鼻吸口呼法， 6. 气通任督脉呼吸法， 7. 浅呼吸法， 8. 真吸法。练呼吸要在柔和自然基本法则指导下，逐步做到深长细匀缓慢，切不可急于求成。
气功练习一般使用腹式呼吸。腹式呼吸时掌握5字要领：细、柔、慢、匀、长，用鼻子呼吸。很多人会有疑问，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呼吸，怎么就能锻炼身体、利于健康呢？其实腹式呼吸有很多优点，能够增加膈肌的活动范围，直接影响肺的通气量。研究证明，膈肌每下降1厘米，肺通气量可以增加250到300毫升。中医认为，人到老年，阴精虚衰，身体各种机能都逐步减退，也有一些人因种种原因未老先衰。实践证明，气功能够调动和发挥机体内在潜力，推迟或延缓衰老，防止老年智能减退，增进老年人身心健康，达到延年益寿的功效。气功虽然对养生有帮助，但是也有其局限性，有3种人群就不适合练习气功。首先是危重病人，危重病人常常伴随程度比较重的器官或组织病变，行动上也可能有许多不便，擅自练习气功可能会进一步加重病情，所以最好不要练习。还有就是过度疲劳的人，过度疲劳的人困意很浓，容易在静坐练功的时候，由于大脑兴奋性的降低而睡着，这样的姿势睡着很容易造成脖子扭伤。所以当出现困倦或太过疲劳时，建议先解除疲劳，再进行练功。最后一种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，气功是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一项活动，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思想负担过重，精神往往比较紧张，无法放松。建议精神类疾病病人先寻求专业精神科医师的帮助进行治疗。气功具有悠久的历史，更是中医文化的一部分。气功不仅能强身健体，还能治疗一些心理上的疾病，对于老年人的日常保健尤其有效，但同时也要注意一些禁忌。那么在节目的最后，我们再来看看练习气功有哪些禁忌。1. 不要吸烟。运动后吸烟，吸入肺内的空气混入大量的烟雾，一方面除减少含氧量，不利于还清氧债，难以消除机体疲劳。另一方面，当人体吸入这样带雾空气，将影响人体肺泡内的气体交换，导致人体在运动后因供氧不足而出现胸闷、气喘、呼吸困难、头晕乏力等。2. 不要省略放松整理活动。放松性的整理活动可调整运动者大脑皮层的兴奋性、心跳以及呼吸频率。通过适宜的放松徒手操、步行、放松按摩、呼吸节奏放松操等，恢复到运动前的安静状态，而且还有助于恢复肌肉的疲劳感，减轻酸胀不适，并可避免运动健身后出现的头晕、乏力、恶心、呕吐、眼花等不良现象。3. 不适合蹲坐休息。锻炼后若立即蹲坐下来休息，会阻碍下肢血液回流，影响血液循环，加深机体疲劳，严重时还会产生重力休克。因此每次运动结束后，应调整呼吸节奏，步行甩臂，并做一些放松调整活动，促使四肢血液回流入心脏，以利还清氧债，加快恢复体能，消除疲劳。4. 不要贪吃冷饮。锻炼之后往往是会汗流浃背的，随着大量水分的消耗，运动后总会有口干舌燥、急需喝水的感觉。然而此时人体消化系统仍处在抑制状态，功能低下。中医认为，如果一时的贪图凉快，喝很多冷饮的话，很容易引起胃肠痉挛、腹痛、腹泻，并诱发胃肠道疾病。5. 不要立即吃饭。运动锻炼时，特别是激烈运动时，运动神经中枢处于高度兴奋状态，在它的影响下，管理内脏器官活动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加强了对消化系统活动的抑制。同时在运动时，全身血液也进行了重新分配，而且比较集中地供应了运动器官的需要，而腹腔内各器官的供应相对减少。上述因素使得胃肠道的蠕动减弱，各种消化腺的分泌大大减少，它需在运动结束20到30分钟后才能恢复。如果急忙吃饭，就会增加消化器官的负担，引起功能紊乱，甚至造成多种疾病。6. 不要使体温迅速下降。运动时机体表面血管扩张，体温升高，毛孔舒张，排汗增多。倘若运动后立即走进冷气空调房间，或在风口纳凉小憩，或涂凉快用冷水冲头，均会使皮肤紧缩闭汗而引起体温调节等生理功能失调，
免疫功能下降而招致感冒、腹泻、哮喘等病症。在学气功时，老年人还应注意时间的安排，练功环境要安静，空气要清新。老年人慢性病多，所以一定要科学的安排生活，合理的运用练习气功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